有人根据印度航空 AI171的视频截屏计算 RT 的展开时间，这是不是靠谱呢？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氏新语。在印度航空 AI171初步报告发布之后呢，有一张来自机场的 CCTV 的视频截图，瞬间就引爆了全球的网络。它像一块数字时代的罗塞塔石碑啊！无数航空爱好者呢都试图从中解读出灾难发生的确切时间。其中有一位国外的 YouTube 博主叫 GIF-OST-OFF 他进行了一场非常有创意的尝试。他试图通过科学计算来反向推算出充气空气涡轮就是那个 RAT 展开的确切时间。那么他的这个探索精神肯定值得我们钦佩的，但是他的分析过程充满了很多的假设和逻辑漏洞，最终得出了一个可能不太可靠的结论。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场有趣的伪精确的分析开始鼓励所有的理性声音，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坚实的铁证上去重新审视 AI171这个空难那个最让我们难以放下的飞行员自杀的理论。那么这个频道叫 GIF-OST-OFF 它的分析呢可以看作是一场精彩的所谓思想实验，但它不能当作事实来看我们来逐一拆解它计算中的几个关键硬伤。第一个呢就是用2维照片来估算3维高度，这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错误，因为在整个计算中最根本的也无法克服的就是这么个错误。那这个博主的做法呢，是将一张2维的带有透视角度的照片当做一个平面工程图来使用。他用飞机的已知长度，比如186英尺来做比例尺，去测量飞机的静压探口到地面的垂直距离，从而得出了167.4英尺这么一个精确高度。然后呢，它问题出了很多。第一个就是透视畸变任何一张照片都会存在所谓近大远小的这个透视畸变，是吧？所以在这张图里面呢，飞机呢离镜头很近，而它下面的跑道呢离镜头更远。用一个倾斜的离镜头比较近的物体的长度呢，去测量一个更远的距离，它的结果肯定完全是不准确的。第二个是角度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拍摄的照片的 CCTV 它摄像头的俯仰角度和焦距，所以不同的角度和焦距会导致画面中的物体比例会有巨大差异。再一个就是基准线的错误比如把它在跑道在照片中的位置作为高度为0的这个基准线，实际上呢跑道的基准本身也是模糊的。所以在这种2维照片上用一个物体的长度去测量另外一个距离方法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版的刻舟求剑，会得出167.4英尺这个数字。虽然看起来很精确，小数点是吧？但是它呢实际上基于一个错误的方法，这种伪精确的结果，我认为参考价值不大那第二个硬伤它就是继续计算，用恒定的爬升率计算动态过程，就是匀速追兔子这么一个谬误即便我们假设它算出来的167.4英尺这个高度是准确的，那么接下来计算也犯了一些错误。这个视频博主做法呢，他使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什么呢？就是时间等于高度除以爬升率。他假设了一个典型的初始爬升率，就是每秒42英尺，然后用167.4英尺去除以42，就得出了大概4秒的这个结论。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爬升率它是个变量我们开车的时候知道是吧？你从0到时速100，它不是一个线性的，所以飞机在起飞后的处事阶段，它的爬升率是不断变化的一个动态值，它不是个恒定值。再一个，爬升率它这个来源呢也存疑比如说它引用的典型爬升率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参考值，那对于 AI171这架具体的飞机来说，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它真实的出生爬升率是多少我们并不知道。所以降级爬升的这个随意性它为了反驳质疑呢，又随意设定了一个降级的爬升率就是给了一个在第一个台阶的计算。但这样呢又是一个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的这种主观臆断的这么个数字，所以他用这样一个恒定的速度去计算一个加速或者减速过程的方法呢就像我们小学做的那种匀速去追兔子这个应用题一样它是一种为了简化问题而构建的理想模型，它和现实世界的这个复杂动态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再一个呢就是在进行了上述2步的这个充满了错误的计算之后呢，这个博主呢得出了一个重大结论，就是 RAT 就充气高压涡轮在离地4秒之后展开，也就是第2台发动机被关闭的同1秒
那这个问题在哪儿呢？这个结论啊，实际上和他自己处理的证据，就是 CCTV 的截图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官方报告就指出了，这张 CCTV 截图的作用呢，是证明 RIT 在初始爬升阶段离地后立即展开了，而这张截图呢，只能证明在画面的那个瞬间 ，RIT 已经是展开状态，但无法证明 RIT 就是在那一刻才刚刚展开的。对吧？所以他在这儿呢就有一个逻辑错误，就是相关性误判为因果性。就是他计算出照片拍摄时间可能是4秒，然后就断定 RIT 就是在那一刻展开的。而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逻辑谬误呢，应该是呢，就是黑匣的数据显示啊，触发这个 RIT 展开的条件啊，就是双发停车是在8点08分43秒 UTC 时间啊才完全满足的。因此 RIT 的自动展开指令呢，最早也只能在这1秒之后才发出。我们在 CCTV 截图看到 RIT 已经完全展开，就表明它的时间点必然是在8点08分43秒 UTC 时间啊之后的事儿。那这个博主呢，试图用一张静态的时间点未知的图片来推翻黑匣子记录下的具有明确时间圈的这个因果截图，所以呢，这本身是一种我觉得本末倒置啊。所以在 Jeff Ostoff 他分析他的发布视频之后就引来了全球网友的这个集体的这个争论啊，在相关的讨论帖里边网友们几乎是逐帧的逐句的指出了他计算中的一些巨大漏洞，也佐证了我们的分析比如用尺子来量照片这种方式的根本性质疑。有一位网友叫 Chris Parkin 499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抱歉你的计算对照片中的飞机不正确的测量，飞机是倾斜的，不是侧对着镜头，所以你的飞机长度线是不对的，这就让你的整个计算公式都失效了。这条评论获得了400个赞，也代表了大家的主要观点。有的网友甚至直接用软件分析得出了飞机的真实高度可能比博主计算的167英尺要低了将近1半。所以这可以说是专业级的打脸了它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判断，用尺子去量一张充满了透视畸变的图片来试图得出一个精确微小的这么一个小数点之后的飞行高度，是一种完全不科学的这个伪精确在缺乏这种精确的参照物和适应参数的情况下任何基于单张照片的高度估算，只能是一个作为极其粗略的误差可能达到1半以上的这种猜测。所以呢，网友呢还有继续对空虚乌鸦涡轮就是 RIT它的展开时间呢也提出了更深入的这种技术性的评论。比如说有专业人士就说RIT 就是充气乌鸦涡轮，它的机械弹出、电子接管、液压升效是一个需要几秒钟的动态过程因此试图把 RIT 展开这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与照片某个静态瞬间进行强行绑定，本身就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所以这个分析就可以说是高手在民间，因为它告诉我们呢，互联网时代任何试图用伪科学包裹的观点呢，都会在集体智慧的这个同行评审面前迅速的露出原形。所以这次来自全球的这些匿名的专业人士用他们的知识呢，共同完成了一次精彩的事实核查。就刚才提到过，RIT 展开是弹簧弹出来的甚至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弹簧弹出来的这个机械装置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可靠性非常高的装置。所以我们在排除了这些充满噱头的伪精确的分析之后我们必须回到最坚实的证据本身，就是审核那个充满了矛盾的甚至甚嚣尘上的最黑暗的可能性——飞行员蓄意坠机。媒体关于机长这个患有经抑郁症的这个报道就在给这个理论呢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动机的支撑就是过去得过抑郁症。但是我们仔细审查官方的报告中另外2项铁证这个观点呢还是有完整的，就是有一些不合迷糊的错误比如说飞机的最终姿态就官方报告明确指出飞机在撞击建筑物的时候始终处于机头抬起8度，机翼水平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典型的飞行员在失去动力之后尽量维持升力，试图进行可控迫降的姿态。这个动作和一个决意要摧毁飞机进行自杀的飞行员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逻辑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决绝的这种行动者要自杀他更有可能选择就猛推压杆是吧？以一种无法避免的垂直俯冲的这个姿态撞向地面，而且还带着速度。
所以他最后这个8度的仰角啊，更像是一个英雄在最后的一刻仍在和这个坠机的命运在抗争，而不是一个恶魔的这种自我毁灭之举，是吧？再一个就是我们深入讨论上一期我们讲过的一个事实啊，就是一个物理上的悖论。这个黑匣子呀，它作为飞机上最坚固的物品，它的设计标准啊，主要是承受最猛烈的撞击和最高的火焰。东韩 MU5级航班5735航班大家都知道吧？它是经历了超音速的垂直撞击后，黑匣子还能读出数据的。所以和这个形成对比，就是 AI171的尾翼部分是残骸中相对完整的部分之一，但是安装在这处的黑匣子却受损严重，无法读取。所以这个是无法用常规的撞击损伤来解释这个理论的。它就是强烈的暗示什么呢？在飞机最终撞地之前，飞机尾部的电子舱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个灾难性的初始事件，比如说电子火灾或者爆炸。所以这个初始事件可能导致呢幽灵指令的产生的元凶，也就是摧毁后部黑匣子的直接原因。这就是我们分析面临的最终困境。实际上，在网友的大量评论里边，一方面就是来自媒体的关于机长个人精神状态的逻辑上看似合理的这种个性指控，他就是想自杀；另一方面呢，我们从来自官方报告也还有一些理性的网友关于飞机的最终姿态以及黑匣子的物理状态，这种冰冷坚实的数据什么呢？这不像是在自杀，对吧？所以这2条证据链，正在把调查引向2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所以呢，当我们今天再一次审视 AI171的这个迷途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最大的审慎。我们需要鼓励所有的基于科学和逻辑的分析尝试，但是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这个铁证，就是黑匣的数据作为评判标准。尽管关于机长个人生活的这些传闻，还有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可能被内心的心魔所困住的这么一个悲剧形象，但是飞机最后的姿态还有那个反常受损的这个后部的黑匣子，依然在提醒我们这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关于技术故障的故事。所以真相还是在迷雾之中。我们能做的呢，就是继续等待，然后等待对那个受损的存储卡的最终的解读，也等待着人性和技术在这场悲剧中给出我们的最后答案。好的，这里是松狮新语，一个关注科普和灾难的小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请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